原本我對野澤溫泉期待不高的，我覺得台灣玉米稍微比較好吃，感覺蠻夢境的地方，真的是蠻漂亮的。Be careful, it's too icy. 野泽溫泉的話，我覺得是很棒的體驗，是會有機會想要再回來的。各位，沒錯，我們現在來到了日本。我們這一集的話，是我們要去日本長野縣的野澤溫泉。我們坐飛機到成田機場的第3航廈，當然我們再搭接駁巴士到第2航廈坐直達野澤溫泉的直達巴士。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話，因為我們本身有帶了一個很大的雪板。對，那這樣的話，如果走新幹線的話，要一直拖拉的換車，我們覺得相对比較不方便，那就直接坐直達巴士，我覺得相對會比較快。現在到休息站，買了，這裡面有完整的章魚，蠻酷的，完整的章魚，好大一根，用440日元，大陸來現在可以上3個人。這邊是一個這10年來第一次坐巴士來的一個新的休息站。這個休息站裡面有一些包子，這是做包子的一個小工程。這邊就是包子的專賣店。那它其實生意蠻好的，那我們也順便買了他們蠻特別的日式包子，2個日式烤包子來試試看。如果大家有機會坐這個機場直達長野的巴士，他可能就會帶你們來這個包子工廠，蠻特別，跟台灣一般的包子不一樣。這個是紅豆餡的，蠻特別的紅豆餡。那另外這個是抹茶的。是抹茶的包子，也是台灣比較不會有的包子，抹茶包子。但他們的包子都是這種小小一顆的這種小顆小包子，對，還蠻特別的。那抹茶包子也可以試試看，裡面是抹茶的包子，蠻酷的，蠻特別。有機會，如果大家直達巴士的話，到這個包子工廠可以買一些你喜歡的口味試試看，不雷。雖然說可能有點光光，但是我覺得整體口感還有味道其實是蠻棒的。如果有搭乘他們這個巴士，他會送給你這個2張這種券。那這個的話就是包子兌換券，就是這2個包子兌換券，然後我們就可以去車站那邊換包子。Hello， 剛剛在這邊有看到換包子的地方。Excuse me. Hi there. Change here. Yes, of course. How many were there? 2. Thank you. No problem. Thank you. 好了，換到這個剛剛要花錢買的2個野菜包子，對，就是這個包子，蠻特別的體驗，新型的算是休息站吧，可能是與包子工廠合作的休息站。現在已經到野澤溫泉，而且正在下大雪。這個百年溫泉小鎮看起來是蠻漂亮的，像是下大雪的時候，也是一非常著名的滑雪勝地。但這邊聽說有免費的溫泉湯屋，總共高達13座的樣子。但聽說每一座的水都非常熱，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小鎮有什麼好探索的。這有點滑，最近聽說是這邊日本東北的冷氣團來襲，所以積雪非常非常厚。這就是一間免費的足湯，只不過今天公休。這個應該是野澤溫泉的吉祥物，一只小狸貓，蠻可愛的。我看很多的餐廳跟飯店外面都有這只小狸貓。之前在日本比較少。可能我沒有長時間在日本滑雪，比較少看到這種
狹窄的，就是算比較古老的溫泉小鎮，對吧？現在大概是-5度，但是體感的話，感覺像是台灣的15度。這邊已經到了野澤溫泉最主要的露天，這叫什麼？非常美。這邊還有一個紀念碑，上信越高原。對，大家如果有過來的話，稍微注意這個安全，就是不要往這裡面走，畢竟非常燙。原本我對野澤溫泉期待不高的，因為覺得功課會很多，我真的很不喜歡去功課很多的地方。但今天來可能是平日的關係，所以其實蠻幽靜的，然後雪景真的還蠻漂亮的。另外跟大家介紹一下野澤溫泉的3大名產，就是溫泉蛋，還有這個玉米，還有這個野澤溫泉的包子。這個是野澤溫泉第2樣名產，就是現烤玉米，也幫大家試試看看。這個蠻甜的，但是我覺得台灣的玉米比較脆。野澤溫泉是很甜，沒錯，但是我覺得相對台灣玉米比較脆。這個如果有來野澤溫泉，我覺得不一定要買，對，因為我覺得台灣玉米稍微比較好吃。野澤很有名的蘋果冰淇淋，哦，超好吃，蘋果口味，純蘋果口味的令果口味的冰淇淋，超濃郁，超好吃。有機會來一定要買蘋果冰淇淋。好大根。这是野澤的第3樣名產，它的包子。那肉包賣完了，我們就吃它的這個野澤的野菜包子，吃一下野澤的野菜包子。周中我們今天去的包子工程一樣，它的外皮是屬於比較像大餅類的外皮，那它的菜野澤野菜其實有點像台灣的醬菜。我個人覺得沒有特別喜歡啊。那包子皮是蠻好吃的，但是我不喜歡野菜，還是比較喜歡肉包。那大家可以自己評估看看。今天去的是野澤溫泉滑雪場。哦，今天-7度，算是滑雪以來可能遇過比較前期寒冷的滑雪場。對，那現在也是滿山都是滑雪。今天終於帶自己的雪板來了。對，如果去可能歐美或是說紐西蘭、澳洲的話，就比較沒辦法帶自己的雪板，因為太舟車勞頓。到日本的話，相對的就會帶自己的跑雪板。小橋流水，哇，這個又到我們昨天有來這個很多煙的地方，這個就是一個感覺蠻夢境的地方，真是蠻漂亮的。忽然昨天下大雪，但是不知道今天的路非常的 icy， 对，刚刚遇到了鬼，好像他差點滑倒。Be careful, it's too icy. 這是在野澤溫泉旁邊的湯澤神社，可以帶大家看一下，覺得是一個蠻壯觀、蠻古色古香的神社。開出一些路才可以走上去，是有點危險，大家開一點路啊，有點像護影神社的感覺。我們繼續往上走，這個湯澤神社，在這個雪其實真的很難走。這個如果你沒有穿特殊的鞋子，穿一般的鞋子，不是雪靴的話，
感覺會非常難走。湯澤神社到了，就是湯澤神社。虽然說在日本也看過很多神社，但是第一次學這麼厚的參觀神社，對，就是以前沒有過的體驗。湯澤神社，大家如果有機會來野澤溫泉滑雪的話，也可以過來看一下。現在來到野澤滑雪場的最下面。对，這個就是下面是一個蠻寬闊的平原，對，那就是有很多的餐廳，還有滑雪學校，等下就上去看一下。現在已經來到野澤溫泉的纜車上面，那我們就來 first ride。來到野澤溫泉的最長的路線，3500公尺的這個野澤溫泉，我們就來挑戰野澤溫泉最長滑道，走！36度，蠻冷的。现在來到了野澤溫泉的半山腰，已經接近山頂了。那我們先往下滑到最下面，再坐港兜啊，往上衝，走吧。下一就是滑完了。野澤溫泉其實整體雪場沒有到很大，但是比澳洲跟紐西蘭大很多啦。我覺得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滑雪場，是它其實整個小鎮跟滑雪場融合在一起的氛圍，就是整個滑雪小鎮非常古色古香，然後非常漂亮。對，然後也可能是现在充滿積雪的關係，我覺得整個小鎮啊，它的屋頂都是像這種都是饅頭的雪景，然後那路的話，沒有很現代，都是很古老那種，就是小徑那種石子路的那種感覺，我覺得很棒。然後商店也都是古色古香的。那整個野澤小鎮、野澤溫泉的話，我覺得是很棒的體驗，是會有機會想要再回來的，不會像是紐西蘭的那些什麼曼哈，那些是可能我覺得就是有去紐西蘭的時候再去就好了。但這邊感覺是可以特地回來滑的。那整個雪道的話，它也是非常，他們的難易度也是很平均，有難有簡單的。那雪道也有很寬的，很適合練習的地方。不管是你是進階的練習，或是新手練習，我覺得都蠻友善的。然後總之，就是野澤溫泉是一個覺得蠻吸引我們會想要再回來的地方，因為真的蠻漂亮的，雪場跟整個小鎮都非常漂亮。那我們期待下一個雪場。